朋友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我找不到妈妈了。你知道你妈妈会去哪里吗？我知道。小朋友，你确定跟妈妈是在这里见面吗？是的。可是咱们在这都等了这么久了，妈妈怎么还没来啊？再等一下吧。小朋友，你看这个书不太合适，我给你找另一本书吧，找根童话书。我看过很多童话书了。那你最喜欢哪一个呀？我最喜欢灰姑娘的故事啦。你为什么会喜欢灰姑娘呢？因为她很勇敢，虽然她的继母和姐姐都对她不好，但她一直都很努力的劳动，没有向命运低头。你说的对，还有呢？她还很善良，仙女被她的善良感动了，所以送给了她水晶鞋和南瓜马车，让她遇到了王子，成为了最幸福的女孩子。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，就一定会遇到美好的事情。那你还喜欢什么童话故事呀？3只小猪。为什么呀？读了3只小猪就明白要勤勤恳恳，要努力，因为没有房子就会受苦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我和妈妈就不用搬家了。你跟妈妈为什么要搬家？因为那里面住着新的妈妈和新的小朋友。妈妈说爸爸不喜欢我了，不要我了。不是的，爸爸怎么可能不要你？爸爸他只是不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，他不是不爱你。妈妈，宝宝，你去哪了？谢谢你们帮我照顾孩子。没关系。走吧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老公，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取消必须要说真话的约定吧。同意。有的时候，相比残酷的现实，人们更愿意相信善意的谎言。走吧。小美，我喜欢你。小美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小美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你。健健，你干嘛呢？我没事啊。走啊，喝点东西去。走。啊。小美。我想跟你说，我又没捡吊牌啊，不应该啊。小美，这个送给你。哎，公司又做活动了，怎么不多拿几瓶啊？你刚才要说什么？哎呀，咱们都是朋友，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跟我说。小美，周末你有空吗？有啊。你要搬家啊？有什么困难你跟哥们儿说。倒也没有。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来，我们现在试一下大秀最前面的灯光。刘总监，刚才合作衣服和鞋子少了2套衣服。什么衣服谁在负责？我负责，可我明明已经放在孵化间了。吴总监，有2家媒体又不来了。为什么？去别的秀了。万丽。刘总监，这衣服怎么办啊？你问我干嘛？你去找呀。找过了，找不到啊。那再找。温总监，刘梦小姐想吃烤鸭。她知道我是身材吗？她吃什么烤鸭呢？她刚才说她不太想吃。我天！
衣服去问我韩青知不知道在哪，不行的话就调监控，联系2家媒体，告诉他们我们会出跟万丽同样的条件，一边是每一次大秀都毫无新意的万丽，另外一边是绝对会让人期待的 Polymo 的，让他们做好选择，千万不要错失了良机。烤鸭让刘梦死心，马上就要大秀了，吃什么烤鸭？有点敬业精神好不好？当然，要好好的去跟他说，行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Have been tried. Drop all the fear in your eyes. I can see through your disguise. I still love you. After the shouting is through, the heart a bit battered and bruised. Taking a good look at you, I still love you. 好，那就麻烦你们了。那我不送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寻觅。请问您高寿啊？有什么事吗？您来这里，我们难免要进行一下信息的了解。这虽然我们寻觅呢在业内是数一数二的相亲平台，但是这中老年客户呢确实相对少一点。不过您别介意啊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要你有要求，我们寻觅都能做到。请问您对您的另一半有什么样的需求跟期待？我是你们老板的岳父，温柔的爸爸。爸爸？不，您是来找单总的？你们老板在吗？在。进来，老板，有人找你。爸。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你想跟你聊聊温柔的事情。您坐吧。我一直把温柔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我是真心的认为，回到万丽，回到大集团，能让温柔有更大的施展空间。可是温柔真的很独立，有的时候我想要帮她，她都会拒绝。爸，其实您不用担心的，温柔真的很有能力，她自己可以的。但是困难程度，我是了解的。想当年我接手万丽的时候，万丽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小企业。那个时候，我和我的前妻每天都面临着失败的风险。那天温柔说的对，万丽最大的特点就是逆流，可是逆流必然会困难重重。所以万丽一步步走到今天，处处都是障碍，要想跨过去，必然会有所牺牲的。我懂你对温柔的爱，也理解你很尊重她，但是你我都是站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上再去创造。而对于温柔来说，一切都是新的起点。你真的不怕她将来会后悔吗？你愿意看到她的失败吗？你当然不会。我看过温柔的设计稿了，处处都留着万丽的影子。她真的很有天赋，是我一直忽略了她。她比温馨更适合继承万丽，更适合做万丽的鞋子。爸，其实我对万丽有所了解，我知道这几年万丽的业绩一直都在下滑，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创新，也没有突破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想让温柔回去，就是希望消灭一个对手。如果温柔回去了，就只能做万丽的鞋子，没有自己的风格了，对吗？我可以给她最好的，给她所有一切的帮助，甚至让她代替温馨，成为设计总监。我也可以给温柔她想要的。自从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就是她的后盾。我只是希望温柔做她自己想做的事情。
我不会帮您劝他的。文总，您何必非得让温柔小姐回万历呢？她从万历身上学到了太多东西，而且还在不断的成长。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超越万历。那现在，她不是自以为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吗？那我就从后盾开始，没了后盾，她自然会回家。这个季度的业绩有了很大的提升，新的算法更新之后，解决了非常大的问题。老板，江先生来投诉了。单老板，是你老婆给我出的主意，那现在你就解决了。先生，您冷静一点，有事我们好商量。你是老板吗？你不是啊，那你就别说话，你说。江先生，您慢慢的说，只有说清楚了，我们才能帮到你。慢慢说，我用得着慢慢说吗？你老婆当初给我出的主意，让我隐瞒我的资产状况，用你们的软件上网相亲，结果来的是个什么人？跟我结完婚以后又离婚。这不是骗子！你们寻觅就给客户介绍这样的人，你怎么负责？江先生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但是具体的情况我还需要进一步核实。袁香香女士，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，如果真的涉及到骗婚的范畴，我们一定会负责。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，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，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我们都会负责到底，不可能让您的情感和财产受到损失。我希望最后能达成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结果。那我等你的结果。要不我们这边聊？啊，不用了，谢谢你。那边齐先生。喂，老板，不好了，江先生恶意剪辑了昨天跟我们的谈判录音，曝光在网上了。什么？把相关消息发给我。袁香香女士，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，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，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，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我们不可能都会负责到底。你们老板呢？你们老板呢？啊！你们正好啊！快把你们老板叫过来啊！怎么回事？快把你们老板叫来！今儿不退费啊！大家听我说，昨天江先生发布的音频是经过恶意剪辑的，他扭曲了我们单总的原意，请大家相信我们寻觅。他们就是想推卸责任，今天要退费，今儿不退费我们就不走了。你说了也不错，我们来，他们老板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你们寻觅就给客户介绍这样的人，你怎么负责？江先生，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很抱歉，但是具体的情况我还需要进一步核实。袁香香女士，您是在我们寻觅认识的，如果真的涉及到骗婚的范畴，我们一定会负责。寻觅的线下付费会员近100万，线上注册会员过1000万，每一位会员的婚恋情况我们都会负责到底，不可能让您的情感和财产受到损失。这是剪辑过的吧？这个和网上的录音哪个是真的？单总，你是想说江先生的证据是造假的吗？接下来你会怎么做？江先生有录音，我们寻觅也有录音。如果仅凭一段未经鉴定的录音就认定我们寻觅在推卸责任，这未免有失公允。那寻觅接下来会怎么做？寻觅的服务一向有口皆碑，大家如果还信任我们寻觅的话，今天我可以在这里保证，一定给公众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但是如果你们对我的服务不满意，想要退费，那就请联系客服，按照合同进行退款。非常感谢各位会员的信任。如果有想办理退款的会员呢，请跟我们的工作人员离开。也非常感谢各位媒体记者的关心，我们寻觅会尽快的给出答复。谢谢啊。这个江先生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昨天不还说等等结果吗？老板，咱们要不要把那段录音放到网上去，让大家看看咱们寻觅并不是像江先生说的那样？不行，
这样会让双方陷入到无休止的争斗当中，网络热度居高不下，正中背后主使者的下怀。背后主使，谁呀？老板说的没错，发布录音一来是会暴露客户隐私，这不符合我们寻觅一贯的原则；二是会加剧事件的热度；三是会彻底的把江先生推到对方阵营，以后再没有谈判的余地。对方阵营？哪个对方啊？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江先生这儿。只要他愿意配合我们调查，以低调的方式解决问题，这件事就能迎刃而解，咱们寻觅的口碑也能保住。对。邹静，你想尽一切办法去联系江先生。健健，那你就去跟小美一起调查江先生和袁小姐背后的背景资料，还有人物关系。好。老板，还有一个事情比较棘手。现在网上出现一些评论在带节奏，挑起大众对寻觅的反感，而且全部带有温德瑞拉的话题，意图盘污温柔小姐和普利穆达。这种舆论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他们即将举办的大秀。哦，所以老板觉得这件事情有幕后推手。所以这件事情到底是针对温柔小姐，还是针对老板呢？只能说这是先从咱们这边发难，就看能不能及时止损。老婆，你那个大秀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出了点问题。那怎么办？解决了。那就好。老公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没事儿。我觉得你怪怪的。可能是最近太累了。那等我们大秀结束了，去度假吧。好呀。怎么了？温柔，寻觅的事儿你知道了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自己看吧。这件事情严重吗？冯总那边已经听到了风声，去外面打听怎么回事了。他没有直接过来问我，说明他已经不信任我，不信任我也就更加不信任你了。你说这个事儿严不严重？盛良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如果任由舆论这样发酵下去，寻觅会怎么样？你担心寻觅之前，能不能先想一下你自己的秀啊？一旦公众认定寻觅参与了骗婚事件，他们自己的口碑崩了不说，你作为寻觅总裁的妻子，第一个受牵连。冯总那边也不是他自己能决定资金去留的，他现在跟我们拉开距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现在什么意思？你想让我怎么做？跟盛良撇清关系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他。温柔啊，你一向很聪明，你的选择关系到的不仅仅是你和善良的婚姻。你想一想，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，他们的付出也是需要回报的。我跟你说这些，只是跟你分析利弊，但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你手上。温柔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一段时间吧。分开？哪种分开？你要出差啊？不是，你还是回自己家住一段时间吧。开什么玩笑？我是认真的。那你说说，你为什么突然让我回家？
我变心了，我想重新考虑我们的婚姻。变心了，变得更喜欢我了。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无论你遇到了什么事情，你变成什么样子的人，你都别想把我甩开。就算你变成一只青蛙，我也会把你吻回人心。我到底哪儿不好了？你一定要搬走。你从一开始就有目的的在故意接近我。你长得帅，人又善良，工作能力也强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为什么不能花点心思呢？可是你让我误以为你家境很好，还在意大利创立了品牌，这些都不是真的。我品牌确实不是意大利的，但是我自己创立的呀。再说了，我家境好，是事实吧？你太虚荣了，什么东西都喜欢晒到网上。这不侧面反映出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吗？你真的很情绪化，尤其涉及到你的家人就很敏感，什么事儿都能让你生气。可是你给足了我安全感跟自信，这一点我已经克服了。我不喜欢你跟苏子光在一起，毕竟他之前喜欢过你。你就把他当成我们之间的调味剂，我还没吃你们两个人的醋呢，感觉你们两个人聊天都比我跟他聊得多。哎，怎么什么事儿都能找到对你有利的理由？现在不是你在找各种的理由来证明你厌倦我了吗？我还需要找理由吗？你自己有这么多缺点，你自己不清楚？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脸皮厚，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肯坚持。还说不爱我，把我最讨厌的豌豆全都挑出去了。我受够给你当牛当马的日子了。可是我很舒服呀，像我这种自私的人就离不开你这种无私奉献的人。幸福。哎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只能我们换一下，由我来宠你，而你呢，骗我、利用我或者色诱我，来吧。哎，你去哪？来呀！我心意已决，既然你不愿意离开，那就我走，我回爸爸家。哎，结婚都多长时间了，芝麻大点的事儿就值得回娘家。你别想跟我一起走。行，我也深思熟虑过了，你的诉求我同意，分居就分居。你不用再想想吗？这可是很大的事情，不用再考虑考虑。这有什么可考虑的？分居说的那么委婉，你干脆离婚好了呀，你又不是没吓唬过我。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吗？拿过来给我签字。离婚协议我还没有拟好呢，具体的细则咱们还要商量商量，不能马虎。行，那就把事情商量完了，聊完之后呢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事情给办了。来，说说咱们财产怎么分？房子给你，车子给你，所有东西都给你。你什么都不要。既然什么都不要，你这些也不能拿走，但是你必须带走。你好啦，我知道你不愿意跟我说你公司的事情，所以我也没问你啊。我都陪你玩了半天的游戏了，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跟我说说公司到底怎么了？那个江先生怎么好端端又跑出来了？既然知道是为了你好，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吗？我是不想连累你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彼此要坦诚相待，我不会再骗你，你也不能打着善意的幌子哄骗我呀。就算你是青蛙王子，我也可以把你吻回人心。就像当初结婚誓言说的，爱他，忠诚于他，无论他贫困、患病或是残疾，直至死亡，我们是夫妻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应该跟你共患难的人。
但是老公，你之前的顾虑呢，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我其实可以陪你放下一切，全部重来，但是我不能让普利莫达所有人的付出都白费了，所以我要发挥我的长项，玩一次舆论游戏。当然，你要相信我也是被迫的。只要能不离婚，你想要干什么我都愿意。那你要记住，一定要谨慎小心，戏要做足。唉，老马和栗子也离职了。昨天一共有272人退会费。月美和新安那2家公司看咱们出了事儿，集体落井下石，找了很多人在网上散布谣言，顺便还给自己打广告。过分！错了立正挨打，冤了以牙还牙，给他们退会费，给这2个公司发律师函。哎，倩倩，我发现你刚才说那番话的时候，感觉挺闷啊。是吗？我以前也不娘啊。又闹分手？不会又是骗婚的吧？再这样下去，东山也起不来了。是老板和温柔小姐。一别两宽，各自欢喜。祝好。老板。可是，不过，老婆，我演的特别真，他们全都信了。我马上去小茶厂。你们信吗？又来这套。不过老板这演技确实提高了。我是假的，我的 CP 都不可能是假的。老公，别看了，菜都要凉了。看着你我都不饿了。别看了，快吃饭。你说，咱们还有必要每次出来都舞得这么严实吗？看电影。专心看电影。这好不容易包了个场啊，亲一下呗。专心看。谁啊？好像是哪个明星啊？戴墨镜感觉很厉害的样子。
温馨？你们在这躲什么？你是温馨的话，那你就是苏子光吧？他不是苏子光。不是吧？都这么久了，你还没转正啊？我在网上看到你们俩的分居视频，原来是作秀啊！不是的，我跟善良已经分开了。他不就是善良吗？不，你认错了，他绝对不是善良。善良现在跟苏子光在一块聊工作呢。对，他们在一起呢。这就对了。姐姐的事情你少管，我对你的事情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走吧。快！不可能，不一定。温柔小姐怎么能这样？怎么能背着老板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？他们真的分手啦？老板也太可怜了。不行，这种时候我们必须挺他。你确定你没有看错？还是确认一下吧。温柔小姐会和别人约会？老板，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的，你放心，我小美会永远支持你，支持徐宓。我们3个商量过了，这个月工资不要了。谢谢你们，在徐宓遇到困难的时候还能不离不弃。老板，其实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去联系新客户。我去做新方案。我看见温柔小姐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逛街，那个男人虽然戴着墨镜和口罩，但是依然能看出来很帅。重点他们还手挽手，那个男人身材高挑，眉眼清秀，跟你的气质还有点相似。老板，你怎么还笑啊？是不是刺激太大？傻了？老板，你还好吧？虽然客户抛弃你，员工抛弃你，温柔小姐抛弃你，但是你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啊！眼熟吗？太像了，温柔小姐就喜欢这类型儿。小美啊，帮我订一下爱丽餐厅的夜景位。老板一个人去吗？你怎么来了？老板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不能自己待着啊！今天我不是你的下属，你也不是我的老板，我们是朋友。我陪你一起祭奠那段爱情。我的确心里是有点难受，但是真的不用你来陪我。别逞强了，我都懂。我是你和温柔小姐爱情的见证者。你们从相遇到相识，从相识到相爱，今天我们不醉不归。老板，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巧合，温柔小姐也来这里用餐了。你别往身后看，找个机会你先走。
所以你们没有分居？对啊，我以为你知道呢。为什么不告诉健健？咱不是说好保密吗？你得分人的，我都告诉韩青了。韩青跟健健能一样吗？是我不好，我太高估自己了。他开玩笑的。你们先忙，我先走。健健，保密。我们为什么要来婚纱店啊？温柔她不是设计了一双婚鞋吗？我也想设计一双，所以我来找找灵感。你还真是什么都跟你姐比啊！小心点。先生、女士，你们好，请问你们看上哪一件了？我们不是……女士，您身材这么好，我觉得这件婚纱特别适合你。试一下嘛。你想什么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们看看就好。啊，好的。魏欣啊，我一会儿公司有一个会要开，那我们先回去。哦，那你就先回吧，我再拍拍照，再看看。啊，行，那回见。嗯。哎，小姐，你好，我想试一下这件。好的。Hello， 我就知道你肯定想试一下，要不我也换上。苏子光，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把手给我！你快点把它删了！不可能！你快点还给我！苏子光！健健，老板什么时候来呀？不知道，与我无关，我不配。你在说什么呀？看新闻了没？不知道，与我无关，我不配。现在网上把老板跟温柔小姐骂惨了。什么？凭什么骂他们呀？有个小明星的粉丝拍他哥哥，结果不小心拍到了温柔小姐和别的男生在一起。现在网上分成了两拨人，一拨人骂老板，一拨人骂温柔小姐。这夫妻俩，一个做生意不讲信用，一个谈恋爱不讲信用，真是般配。寻觅还好意思宣称自己为会员营造浪漫的童话故事，我看呀是血腥童话故事。女人呢，有钱的时候往上扑，没钱的时候赶紧溜。好女人就该共患难。女人嫌贫爱富，老公出事，她立刻离开。那善良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公司出这么大事儿，说明他自己就是个骗婚的，暴饮不爽，成天宣传爱情，到头来自己被爱情捅了一刀不？寡廉鲜耻，薄情寡义，卖的鞋也不是什么好鞋。骂我就算了，凭什么骂善良啊？他们太过分了，凭什么这么骂温柔？温总监，出事儿了！老板，温柔小姐秀场出事儿了。不光是这里，
咱们秀场的其他几个消防通道也都被堵住了。我们秀场的大部分灭火器也都是坏的，消防部门判定我们秀场消防不合格，整改完成之前不能再继续投入使用。之前不是来检查过说没有问题吗？怎么突然又要来检查？他们说是收到了举报。还不明白吗？就是有人故意陷害。那我们赶紧整改啊！你们赶紧把这些杂物清开啊！没有用的，现在清理完这些杂物，去申请复查。消防部门的人来复查完了之后还要等结果，你算一算这一共要几天？距离咱们大秀办还有几天？时间上来不及了，他们就把时间算好。谁这么缺德呀？关键时候来使绊。很明显，就是想让大秀没法办。那怎么办？如果我们大秀延迟的话，和刘梦的工作时间也没法协调了。主要是很多商务都已经谈好了，没法做改变。你觉不觉得这件事跟寻觅的事，它发生的太巧了？林风格的火星